听说华南虎随时都有灭绝的危险，有的人可能坐不住了。什么老虎在我国出现的目击次数还不够多吗？这些人可能把华南虎和东北虎搞混了。我们平时听到的有关老虎大多都是东北虎，而华南虎在我国竟然处于一种快灭绝的境地了。为了能够缓解这个状态，10几年前还为了华南虎开启了送往非洲计划，为的是能够缓解他们现在的这个濒临灭绝的状态。10几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非洲计划如今是否成功。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曾经一场持续几十年的过度猎杀，使得野生华南虎在1990年底彻底人间蒸发，人们再也看不到华南虎活动的相关轨迹了，除非在动物园里，但那都是人工培养的华南虎了。当时的华南虎可以说得上是野外灭绝，存活的个体基本处于圈养状态。将华南虎送往非洲的计划，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悄然而生。虽然说那些圈养起来的华南虎在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吃香喝辣，不愁吃穿，但终归对华南虎这个动物的野外种群扩张没有帮助，而且圈养的动物没有办法直接放回野外。1998年的某个夏日，有个名叫全力的女生在户外的自驾行中看到了家养被放归的猎豹。与别的户外野生动物不同的是，这个猎豹毫无野性，也无法适应野外的环境。这样的放归无疑就是对这些动物的伤害。意识到这点的全力开展了一系列的动物野化训练。对他来说，保护这些动物是好事，但是不让他们在野外训练，学会生存的本领的话，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动物。当时全力跑遍了国内的大部分地方，考察了诸多场地，也没有能找到合适的野化训练基地，所以他便萌发了在非洲建立保护基地，并将华南虎送过去的计划。在2000年，全力在一众好友的相帮下，成立了世界上首个保护中华老虎的慈善基金会协会——拯救中国虎国际联合会。随后，她听从丈夫意见，选择了南非草原作为老虎谷，那是一个海外针对老虎的野化驯养基地。2000年，全力为了繁衍，打算将2只华南虎幼崽送到非洲训练，分别是来自上海动物园新出生的雄性幼崽希望和雌性幼崽国泰。此时的全力一定想不到后面会有什么样的重重困难在等他，因为从小就接受了人工驯养，所以这些被带去非洲的华南虎十分抗拒在野外生活。当时即使这2只老虎饿得饥肠辘辘了，也丝毫没有自主捕食的习惯。训练人员把小野鸡等活物丢到他们眼前，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捕获它们，甚至还对这些活物感到恐惧。后来，全力在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对这2只小华南虎进行有方针的训练。他们专门为这2只华南虎制定了一个30平米的营地，并安排工作人员住在里面的小帐篷中做观察。然后他们会定期投放一些活体动物到营地中，而2只小老虎在原始欲望的驱使下，逐渐变得会捕猎一些小动物。接着，工作人员逐步递进，打造出第2个模拟野外环境的营地，不再投喂像鸡这种小活物，而是尝试投递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方便训练其追赶和打猎，以达到真正能够模拟户外捕猎的效果。当时的全力顶着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而且当时希望在2005年因为肺炎和心脏衰竭在保护区内去世，因此当时有不少人并不看好这次计划。不过最终结果还是使人欣慰的，有15只华南虎在非洲草原上被成功繁衍出来，全力的计划也是做得相当成功。如今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全力和华南虎现在怎么样了呢？在当时，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来看，华南虎应该是可以顺利回家的。那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有关华南虎和全力的消息呢？原来全力成立的基金会筹到的钱财大部分用在了购买土地、改造营地、老虎的食物等上了。其后随着老虎数量的增加，金额也在不断上涨，最后导致基金会入不敷出而无法坚持下去。再加上当时基金会内部人员的贪污腐败，让全力无法承受经济压力。更不要说当时全力与那个支持她的丈夫婚姻破裂，使得全力又失去了一部分经济援助。
2015年，权利女士就公开宣布说自己已经彻底脱离基金会，没了资金来源，老虎谷野生动物保护区无法正常运转，有关华南虎的工作计划也一直耽搁着。2只华南虎被送到非洲，为何再也无法回到中国？我国目前尚未有适合这些出国的华南虎们生存的地方，毕竟它们已经习惯了非洲大草原的生活，如今它们要回到领域不大的中国的山林中，在适应性上就有了一定的困难。另外，就算我国最近有成立不少野生动物保护区，有适合华南虎生存的环境，但是那里面已经生活了很多其他的老虎，这些老虎也一样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面对这些来自非洲的外来者，他们可不会手下留情。只能说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性。好的是，这些华南虎能够在另一个天地下繁衍生存，并且有了独自生存的能力，具备可以过着野生动物应该有的生活的能力。坏的一面就是，这些华南虎们可能以后也无法回家了，我们也无法再了解他们的情况了。目前，我国也开始通过人工繁殖，然后放归于自然的方式来驯养华南虎，特别是在粤北地区，在广东韶关有华南虎繁育研究基地。专家说，他们会让幼年虎在2个多月，将近3个月断奶后，就给他们放到幼儿园接受训练，然后在将近3岁时，会把它移到繁殖区进行野外生活。该基地采用半野化散养模式，每只成年老虎的活动范围都有2-3亩，尽量模拟其野外栖息环境。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足够成熟的计划，但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也能够看到野生的华南虎群体。虽然说大家都没想到这些被送去非洲的老虎被沦落为脸前人的遮丑布，但是从一方面，这件事情也在警示后来人，保护老虎的计划任重而道远。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